脏东西，脏东西，你个脏东西！少爷，吴彩虹不会干活，我教她怎么干活呢。下次教训下人去外面，别吵着夫人。啊，是少爷。你还愣着干啥？让你进来不是白吃白喝的，不懂规矩，给我好好学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换水洗毛巾去！给我记住了啊，把你这双脏手也给我洗得干净一点儿，免得脏了别人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再不长记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夫人早安。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来，我喂您喝药好不好？来，吴彩虹，你给我娘喝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偏方。张嫂说的果然没错。昨天晚上你就鬼鬼祟祟弄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你到底在给我娘喝什么？这个是用水质煎的药。娘，你为什么给我娘喝这个？医生说过，夫人昏迷不醒是因为脑中有淤血，而这个水质有破淤血的功效。胡说八道！你又不是医生，怎么能随便给我娘用药呢？这个偏方真的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得来的。当年我娘跟夫人一样，卧病在床，脑子里有淤血，但是喝了这个药，真的对病情有一定的帮助。总之，我不能让我娘抱成亲。如果有什么差错，这责任谁负？我看是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吧？张嫂，在，拉出去掌嘴。是，你给我出来！打死你！让你犟嘴，让
顶嘴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让你不听话，让你顶嘴，让你犟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让你顶嘴，让你顶嘴！够了。哥，这才打了几下，你这样他根本不会长记性的。把他打伤了，我还要请医生。我不想这样浪费钱。少爷，那个偏方对我娘真的有用，你要相信我。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是谁把我娘推下楼的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。就这样吧。哼，你给我长点记性吧。哼。夫人，我娘生病卧床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帮她按摩。夫人，我这样给您按摩，您有好受一点吗？如果您能感觉得到，您就动动手指给我看，好不好？那或者眨眨眼睛。看来夫人是没有听到我说话了。少爷还有小姐都非常的挂记您。您是一位好母亲，您一定要尽快醒过来，不再让他们担心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夫人，我再帮您按按腿，好不好？不要被他的表象蒙骗了。娘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他们吴家一手造成的。怎么了？你对我娘做了什么？我只是在刺激江夫人的穴位，她刚刚感觉到痛，说明她有了知觉，说不定会苏醒过来呢。你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？我娘现在躺在床上不能说话，你对她做了什么她都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我们打了你，你就伺机报复我娘？今天是我们看到了，我们没看到的时候，你又对我娘做了什么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想让夫人赶快苏醒过来。我不会相信你的话，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事实。娘，我看就是上次把你打轻了，所以你才不长记性是吧？张嫂，哎，小姐，把她拉出去，家法伺候。是，你给我出来！跪下！张嫂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她认错为止。是。我没错，让你嘴硬！我真的是为夫人好，让你嘴硬！我没有想过要害她。犟嘴！胡说八道！我才不相信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娘虽然躺在床上看不见，但是我是有眼睛的，我可时时刻刻都盯着你呢。我就是没有错，我真的是为了夫人好。你还不认错是吗？张嫂，给我接着打，打到她认错为止。让你嘴硬，看看是你嘴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？开门，开门！谁呀？来了。找彩虹。谁呀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彩虹呢？找谁啊？我找彩虹。哎，彩虹不在。别拦着我！这个醉鬼！别拦着我！滚出去！哎，彩虹，你不能进去！哎，干什么你？站住！让你嘴硬！够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彩虹！少天哥，跟我一起打！别动！你别动！少天哥！
竟敢来我们家闹事！自不量力，给我狠狠打！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不要杀他了！放开我，少天哥，都是我的错！打住了！快让他们住手，别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我打继续打！我求求你们！我求求你们！别打了！少天哥！走，竟敢来我们江家闹事儿！去你的！真是不知好歹！走走。顾婆婆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夫人只喜欢我给她煮的鱼汤。我听说你是夫人的奶妈，也是夫人最信任的人，是跟她一起嫁到江家来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在找帮夫人苏醒的办法。我听说是你把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的。当时情况真的很混乱，我也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你不用向我道歉，我也看出来你也很内疚。听说你又是用偏方，又是做按摩，也难为你这么用心了。我也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。那顾婆婆，您能多告诉我一些关于夫人的故事吗？夫人的故事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跟你讲哪一件会对夫人有帮助。顾婆婆，您跟我说哪一件都可以，比如说，让夫人最开心、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，或者她喜欢听的歌。您只要多少告诉我一些就可以了。让夫人最幸福的事，我想是认识老爷，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后来结为夫妻。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，连老天爷都妒忌了。老爷那么年轻就走了，可怜呐！这之后，夫人再也没有过过开心的日子了。那他们之间这么相爱，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比如说定情信物是什么呀？定情信物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定情歌倒是有一首，十只哨船。因为那段时间呀，我家小姐和老爷每次约会回来，都会哼唱着那首歌。我家小姐哼歌时的笑容，你不知道有多美。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我家小姐最美的样子。吴彩虹，哟，少爷，你凭什么打听我爹娘的事？顾婆婆啊，你忘了什么是江家的禁忌？哎呦，少爷，彩虹姑娘是想什么想？听好了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再让我知道你尝试打听我爹娘的事。第一只哨船头角桥，两路外挑来进香，长潮山上年年到。
烧香里闹洋洋。夫人，江瑜他不让我说话，但他又没说不让我唱歌啊。我相信啊，他们都很挂念你，都很想让你早点醒过来。这首歌呢，也会换回你和江老爷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夫人，你快醒过来吧。第二只烧船凑成双，旌旗栏杆两面装，上有台歌多好看，下有锣鼓闹吵吵。第三只烧船来得快，两条游龙水里行，脱水船边摆愁味，郎大许仙拜娘娘。哼，看我哥明天怎么收拾你！哥，昨天晚上我听见吴彩虹在娘的房间里唱《十只哨船》，可是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歌声已经停止了。哥，吴彩虹明明知道这首歌对我娘是禁忌啊，如果她再唱的话，根本就是故意刺激娘，想让娘伤心啊，哥。第三只烧船来得快，两条游龙水里行。你在干嘛？你明明知道这首歌对我娘是大忌，你居然当着她面唱，你到底什么居心啊？我想刺激夫人。我昨天不是警告过你吗？你全忘了？你是故意的吧？夫人，娘，娘，夫人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？少爷，赵医生来了。赵医生，快来看看我娘。赵医生，我娘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江夫人恢复的不错。她现在的呼吸、血压、心率都很正常，而且她躺了这么久，气色红润，既没有生冻疮，关节也不僵硬，可见她被照顾得很好。那我娘为什么会流泪啊？啊？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流眼泪的？是听到了一首歌之后，这是好现象吗？这对江夫人来说可是大好的现象。证明他能够感受到外界对他的刺激，也许就是快要苏醒了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一定要多刺激刺激他。唱歌对他有作用，那就唱歌呀。明白了，医生，我还有问题想请教你，麻烦你去客厅，我们好好聊吧。好，请。这是周先生交给你的。谢谢。赵医生，好，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偏方，用水蛭煎成药，这样对我娘的病有没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学的是西医，不过也涉猎过一些中药的典籍。我记得在《神农百草经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说水蛭有抗凝固、破淤血的特效。这种药性对你母亲的病啊，从药理上来说是有帮助的。明白了。啊，另外，如果敲打我娘的穴位，她会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于江夫人这样的病人，敲打穴位、按摩肌肉，对她都是有帮助的。这样既可以防止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，而且能让血脉保持畅通。这江夫人知道疼，对于她来说是好现象啊。
见过笨的，但就是没见过你这么笨的。笨蛋！上来了吧？现在你知道水蛭汤是有用的吧？我来吧。不用不用。现在我是江府的丫鬟，这些事情当然得我做。小时候我经常收拾鱼虾的，这些我懂。我来吧。哎呀，这跟收拾鱼虾不一样，关键是不能破坏水质素，所以啊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怎么懂那么多？我娘生病的时候，都是我每天熬药给我娘。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做不放心，所以慢慢就学会了。哦。第一只小船头悄悄，两路外挑来景象。长潮山上年年到，烧香里闹洋洋。第二只小船凑成双，旌旗栏杆两面装。上有台歌多好看，下有锣鼓闹吵吵。第三只小船来得快，两条游龙水里行，拖水船边摆愁围，浪打须衔白娘娘。第四只小船似扬声，只只小船换化妆，抬歌庄的杀人响，文笔正乘着到南洋。第五只小船摆栏杆，绿春阳伞系白牡丹，宋江刺杀阎婆惜，后来活捉小张三。文渊，文渊，文渊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啊！夫人，夫人，你醒了，夫人。彩虹，怎么是你？夫人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都一直很挂念你，我这就去告诉其他人。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，快来呀！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真的。
你醒了吗？能认出我吗？娘，女儿，娘，娘，你终于醒了。娘，你可终于醒过来了，你吓死我们了。彩虹，谢谢你，在梦里，我听到了你的歌声，我的梦，也变成了美梦。夫人，谢谢你醒过来。你要干嘛？我想要回那条七彩手链，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你能不能还给我？不行。还有，别以为我娘醒了，我就原谅你。就算了，还出来吓我！来，坐着啊，老实点。他会把手链放在哪儿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吴彩虹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没干什么呀。还说没干什么？我看见你偷偷摸摸的翻我哥房间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我在找乌龙。我刚刚看到乌龙他进来，所以我怕他把房间弄脏了，正要抱他出去呢。胡说！我看着你鬼鬼祟祟溜进我哥的房间，还翻他的抽屉。乌龙会躲在抽屉里面吗？我真的在找乌龙。我先出去了。不说实话是吧？我哥不在。我就替他来教训你。我哥最讨厌别人进他房间了，连我都不行，更何况你一个下人。吴彩虹，我知道你来我们江家，肯定是有企图的，但是在我眼皮子底下做事，你就别痴心妄想。下次再让我看见，就不是打你耳光这么简单。滚出去！你到我哥的房间，就是为了找这个？这是我的手链，你还给我。这么廉价的东西，我看啊，丢掉算了。不行，这是少天哥送给我的礼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
周少天送给你的。这么说，是定情信物了？想要是吧？这条手链是少天哥亲手编的，代表了他的心意。虽然不值什么钱，可是只要付出真心的东西，就没有廉价之说。因为你不懂，才会践踏别人的东西。我就是踩你的东西了，又怎么样？不管你再怎么能说会道，也改变不了现在我是主人，你是下人的事实。我就是能将你的人、你的爱情、你廉价的手链都踩在脚底下，怎么样？我知道我是江家的下人，你是江家的大小姐，在你眼里，我的手链什么都不是。所以可不可以请你把我的手链还给我？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。不过我还是不会还给你，怎么样？你太不讲道理了，把手链还给我！吴彩虹，你妹妹把我娘推到楼下，你现在又来推我是吗？我推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想让你把我的手链还给我。那天我妹妹为什么会错手推倒夫人？你完全没有责任吗？如果不是你哥指使你用口红诬陷彩云，那天你们会发生口角吗？如果你们那天发生口角，你不先动手打彩云，夫人会来拉架吗？如果夫人不拉架，我妹妹怎么会错手把夫人推下楼梯呢？你自己要替你妹妹顶罪的。你觉得冤枉的话，去告诉我哥啊，说推倒我娘的是你妹妹，而不是你啊。彩云的事情，我什么都不会讲。我只是想要回我的手链。我在跟你讲道理。那天你和彩云吵架的事，已经酿成了这么大的悲剧，害无辜的江夫人受伤。我真的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。还有，这条手链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娘受伤其实是我造成的，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去跟我哥说啊，你看他信不信你？我不会去跟江云说的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手链还给我。还有，对于江夫人受伤这件事情，我也很难过，也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做补偿了。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重蹈覆辙。你不要再装好人了。补偿？我告诉你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，你永远都补偿不了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江家的下人。你太过分了！你把手链还给我！干什么呢？这个对你就那么重要？药已经上好了，只是这几天要好好养着，不要沾水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感染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谢谢医生。啊，谢谢医生。好。
付出真心的爱情就不廉价了，是吗？刚才我跟方菲菲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听到多少？你有什么是怕我听见的吗？就为了这个，值得吗？进来。哥，你找我？刚才你和吴彩虹说的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哪一句啊？全部。我不明白，哥是什么意思？菲菲啊，现在这屋子里只有我们兄妹2个人，我不想跟你兜圈子。我问你，明明是吴彩云不小心把娘推下楼的，你为什么要说成是吴彩虹？还有，明明是你有错在先。你为什么要说他们2个是故意把娘推下去的？是吴彩虹还是吴彩云把娘推下去的有区别吗？他们都是我们杀父仇人的女儿。当然有区别。你怎么可以诬陷别人？因为我讨厌吴彩虹，我讨厌你这么维护她，我讨厌你对她的事这么上心。胡说！菲菲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上次你用口红嫁祸给吴彩云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这样，我不希望我妹妹做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情。以前那个纯真善良的你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可是哥，你别忘了，他们俩是我们杀父仇人的女儿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是要堂堂正正。如果为了报仇，就做一些恶人的手段，那么我们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？恐怕我跟方菲菲说的话，江玉都听到了。那现在他肯定知道把夫人推下去的是彩云，万一他找彩云的麻烦怎么办？上次我用口红诬陷吴彩云，你为什么跟吴彩虹说，是你指使我干的？因为你是我妹妹。你做错了事，我当然要替你担着。菲菲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天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我来说吧。那天在医院，你碰见了吴彩云，她为了口红的事跟你理论，结果你们动了手。娘上前劝架，在混乱中，吴彩云错手把娘推下楼梯，是这样吗？菲菲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实话呢？因为娘受伤了，我心里很难受，又怕你怪我惹是生非。再说了，是吴彩虹自己要替她妹妹顶罪的。口红的事，原来是我错怪的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怎么办？说还是不说？
进来。什么事？刚刚我和方菲菲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我听见了又怎么样？彩云她年龄还小，所以她做错的事情，我希望由我这个当姐姐的来承担。怎么承担？我们不是故意推倒江夫人的，所以为了江夫人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。刚刚你和方菲菲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口红那件事情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不是你指使方菲菲去陷害彩云的。可是，就算我误会你，你也依然去维护方菲菲了呀。她是我妹妹，她做错了事情，我当然替她担着。既然你可以这样做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其实菲菲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她特别善良，特别单纯，都是我不好，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照顾她的成长。自从我爹死后，都是菲菲一直陪着我，还有我娘，所以我娘还有菲菲都是我这一辈子必须要好好保护的人。我明白，我姨娘，还有彩云，也是我必须要保护的人。轻轻地，轻轻地探问，问不出你爱的去留。来，自己看一下，看哪些丝线是和你的手链一样的。别愣着，你看看哪些丝线是你用来修补手链需要的，看一下。哦。这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啊。这条手链的颜色是少天哥亲手染的，而且还是少天哥亲手给我编的，他对我来说独一无二。不过谢谢你啊，让你费心了。菲菲犯的错，做哥哥的应该帮她弥补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刚刚看到那个人了。哪个人？就是在仓库里被砍手的那个。你为什么要演戏给少天哥看啊？为什么要那样做？还不是被你逼的。平白无故被你扣上了杀父仇人的帽子，我当然要替自己查出真相。你真的不是杀害我爹的凶手吗？如果我真的是凶手，钢笔是那么重要的凶器，我会把它放在家里。而且那么轻松就被你找到，那我爹出事的那天，你为什么会在现场出现？那天我确实是去找过你爹，我去对他宣战，我告诉他，我已经开始正式全面的收购玲珑。你一直都在打玲珑的主意？对，但是。我是通过堂堂正正的商业竞争，我从来没有用过卑鄙的手段。那你坦白告诉我，玲珑被偷走的那笔钱，真的不是你跟老蔡一起做的？我敢肯定，那笔钱就在周少天手上。你想想，我为什么要逼周少天？就凭他，有什么值得我对付？我只是想逼出那笔钱的去向，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，也让你彻底看清楚，待在你身边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江月，我可以相信
你不是杀害我爹的人。可是，你不许怀疑少天哥，他不会那么做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不过这些事，我以后会一件一件证明给你看。现在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就不相信，我会输给那个周少天。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随便挑，啊。如果万一这里没有合适的，你跟我说，我亲手帮你染，没问题的。颜色差不多。不过好像细了一点。那。齐了，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了。这边。我自己弄吧。你的手啊都成这样了，怎么弄啊？那我帮你总可以吧？能，拉住。哎，把手链拿来给我看看。哦，原来是一条7色的彩虹。少天哥送我这条手链的时候，就说啊，这条手链蕴含了我的名字呢。哼，这个周少天挺会哄女孩的。不过可惜啊，彩虹只会出现在雨过天晴的蔚蓝晴空当中。他这个人这么阴暗，注定这辈子都抓不住彩虹的。你这样说少天哥好像不大好哎，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可不是君子所为啊。这个。我先去干活了。
在干嘛？啊？哦，你这个见异思迁的小家伙，这么轻易把我忘了？不过小动物不会说谎，谁对它亲啊，它就跟谁好。看来你对我的乌龙还不错嘛。他的眼睛比你好使，至少分得清楚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你说自己是个好人喽？至少我敢说，我没有做过违心的事情。那可就得用事实说话了，是不是啊，乌龙？我干活去了。把这个换上，然后跟我出去一趟。我还要给江夫人做桂圆粥呢。交给下人做就好了。我不就是下人吗？你在跟我顶嘴啊？那，你找我到江家来，难不成是做大小姐的？你是不是要我亲自给你换上？我们去哪儿啊？去一个开业典礼。可是，江夫人找我怎么办啊？很快的，下午就回来了。哦。哇，大小姐今天好漂亮啊！一会儿少爷见了一定会被惊到的。走吧。怎么了？还可以。走吧。小姐，别着急，少爷肯定会等你的。上车。上啊！我自己来。走吧。叫。哥，哥，哥！小姐，你的耳环。要你管！哎，小姐。哎呀，今天请少爷大吉，走。一起进去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请。您请。小姐，请出示您的请柬。请柬？啊，跟我一起来的。哦，好的，里边请。谢谢。这些生意场上的事情，我可一点都不懂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
你爹没有带你来过这样的场合吗？他说女孩子家不适合来这儿，生意场上都是尔虞我诈、虚情假意。不过他倒是有意培养少天哥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生意交给少天哥做。如果你爹泉下有知，肯定会被气死的。我不喜欢你这么说少天哥。江老爹，哟，你来了，李厅长你也来了啊？到底今天的主人是谁啊？能够把李厅长也请过来，很厉害呀。哎，谢谢光临。卢督军，他也想开染织厂啊？是他身边的那个女人。哦，女老板。江老爹，你别小看这个女人。我拿到帖子之后，对她做过调查，她的来历不一般。谢谢啊。她是卢督军的情妇，一直在外面做纺织生意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在杭州也是独霸一方。现在居然把生意做到湖州来了。江老板，看来人家是来者不善，你将会遇到对手啊。如果是光明正大来做生意的，我随时欢迎。但就算不是，那也不用担心，有李厅长你在，谁敢在湖州乱来啊？是不是？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。开业典礼现在开始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同行，各位来宾，今天是我荣达开张的大好日子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光临捧场。我陆曼呢是一介小女子，能够把织染厂开到湖州来，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一位朋友。有了这位朋友之后，我陆曼真的就能过小女人的生活，在家里喝喝茶、看看戏、逛逛街、买买衣服。还能在家里坐着数荣达挣的钱，而荣达今后的业务往来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全权交给我这位朋友来处理。现在，我就有请我的这位神秘的朋友，也是我们荣达的经理，有请。欢迎你来。今天是我们荣达开业的日子，今天也将是湖州织染界非常重要的日子。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和大家欢聚在此。而且我见到了一位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人，我愿意把我的快乐和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大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玲珑不见的那笔钱，很快就有下落了。现在我宣布，舞会开始。好。请吧。彩虹，我想请你跳支舞。我想在今天这样的场合，江先生不会失礼吧？别着急嘛，他拿着酒杯怎么跳啊？去吧，去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彩虹，你不要不相信，你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事实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等到这样一个机会，有一天能够平等地站在你面前。
和你翩翩起舞。少天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之间一直都是平等的呀。不一样的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只有今天的我，才配得上这么美好的你。你在我心里一直都一样，所以，我爱你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真的都是为了你。很想跳舞啊，我来陪你跳。怕你啊！终于忍不住，把从玲珑偷来的钱用上了。你没听见吗？老板是陆小姐，我是总经理。今天这架势，你还说你不是老板？说我是也对。陆小姐送我30%股份。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？湖州谁不知道我帮玲珑赚钱？不然吴宏达不会想把彩虹嫁给我。你以为我是他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吴彩虹，我们回家了。刚才你和少天哥跳舞的时候在讲什么呀？还能讲什么？听他狡辩吗？彩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卢督军，这位是陆小姐，也就是荣达的老板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吴彩虹。吴小姐，我们之前见过的。吴小姐你好，我叫陆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吴啊？你是现在玲珑厂的大当家吗，吴彩虹小姐？我可是你们玲珑厂的忠实客户啊。其实我早就想把制染厂开到湖州来了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帮我开疆辟土的大将。听说周少天先生是您父亲的爱将，我就三顾茅庐，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过来帮我的忙。多谢陆小姐对少天哥的赏识啊，吴小姐说哪里话？要是没有周先生，我这荣达也开不起来啊。吴小姐，你放心，
周先生是技术入股，我会分他30%股份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讲这些，生意场上的事情我不太懂。吴小姐不用懂，荣达有小曼的财力，有我的支持，又有周先生这样懂技术、懂管理的能人，咱们一起发财指日可待啊！啊！彩虹，你还有事吗？我要带你女朋友回我家照顾我娘了。彩虹，我不会让你在江家待太久，我会很快接你回来。喂，我跟吴彩虹签的是卖身契，卖身契你懂吗？是真实存在的，是非常有效的。哎，你跟那个陆小姐签的那份合约，跟吴彩虹那个卖身契是不是一样的呀？啊，彩虹，你知道我是光明磊落的，这是我和陆小姐的合同，放你那里。我相信你，你不用这么做。你拿着，相信我，不要听小人的教唆。走吧。长长的、长长的等待，等不到你爱的开口，苦苦的、苦苦的寻找，找不到你心的渡口，轻轻的、轻轻的探问，问不出你爱的去留，重重的、重重的追赶，追不到你心的尽头，舍不得放弃，又不能拥有，进退间苦苦争斗，你的眼未看透，你的心未猜透，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，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。干嘛？我帮江夫人准备的水果，她没胃口，你吃点吧。行。待在这干嘛？还不去忙？你快吃吧，省得招苍蝇。嗯。少爷，周少天在外边，说是要求见你。不见。周少天不是自己来的，他还带了很多人，抬着2个箱子，阵仗挺大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彩虹，那个人又来了，不过这次看起来很不一样。
你说的哪个人啊？就是那天喝醉酒跑来闹事儿，然后大小姐命人狠打了一顿的那个人。少天哥。他叫什么我真不知道，不过他这次来穿的比上次好，还带了很多人，看起来很气派，都进院子了。小姐。来干什么呀？来还债。前些日子，我女朋友吴彩虹遇到了困难，江老板仗义出手帮助还债。我现在手上方便了，特意过来双倍奉还，还望江老板高抬贵手，让我女朋友离开。我没你说的那么好。我跟吴彩虹是。一个愿意买，一个愿意卖，各取所需，公平交易。既然江老板把话说开了，我们就说亮话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带彩虹走，多少钱都可以，双倍不行3倍，3倍不行5倍，绝不还价。我们江家不缺钱，我管你出多少钱，我就2个字：不卖。你们江家多一个丫鬟不多，少一个丫鬟不少，为什么偏偏要抓住吴彩虹不放？奉上一句话：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吴彩虹是我们家的丫鬟，我喜欢把她留着就把她留着，我喜欢什么时候把她赶走就什么时候把她赶走，你管得着？银票你不喜欢，不知道真金白银是否合江老板的胃口？我是带着诚意来，还希望江老板见好就收。早怎么没拿出这笔钱啊，周少天？现在才来赎人，晚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江鱼没什么好，就是钱多。赶紧拿着你的金银珠宝，乖乖滚回家去吧，别让你娘担心你了啊，乖。这江家的大门，我可不是第一次进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带吴彩虹走。好话说尽你不听，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你在威胁我？你以为说2句狠话我就会怕你了？啊？哎，你还不赶紧出去啊？你想看着他们俩为了你打起来是吗？跟你男人走远点儿，别赖在我们家了。你快去呀！哎，彩虹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想抢人啊？就凭你们几个？你没什么吧？我没关系的，少天哥。他们几个只是来抬箱子的。要打仗的话，卢督军的驻军就在城外，我可以随时请他们进城。在湖州城里，好像强买强卖这种事情，还是交给警察去处理。要不要我亲自打给李厅长？好啊。哎，少天哥，其实我在江家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彩虹，你别傻了，你这是羊入虎口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被这个家伙给蒙蔽了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和他签了卖身契，当时也是我自愿按的手印。我真的不想惹麻烦，你就帮我一次。啊，少天哥，你能保证在这里的安全吗？嗯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今天我先回去，但我一定会把你接出江家的。菲菲。
收了吧。送客。周先生，走吧。保重。周先生，请慢走。周先生现在虽然发达了，但是想从我们江家把人带走，好像还是没那么容易哈。方小姐，你刚才说你们江家是不是所言甚早啊？除非你嫁给江瑜，成为江家的太太，不然你对江家来说，好像永远都是外人。喂，一个连自己女朋友都带不走的人，凭什么对我的事说三道四的呀？是，正是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才需要方小姐的帮忙。哼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因为你帮我就是帮自己，我和你的利益是一样的。笑话，你是我哥的敌人，帮你就是在背叛我哥。江小姐，其实你已经帮助过我很多次，每次我找不到彩虹的时候，都是你告诉我的。我知道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你不想让江瑜和彩虹单独在一起。现在彩虹已经住进了江家，如果你不想后悔的话，就应该帮帮我。那这次我能帮你什么？把彩虹的卖身契拿出来，给我。不可能，这个我可办不到。你办得到，除非你让彩虹成为江府的女主人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怕你就后悔了。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。我相信你会来找我的。你凭什么那么确定啊？因为我想要的是吴彩虹，而你想要的是江瑜。是不是怨我没有接受你少天哥的交换条件？不然的话，你已经自由了。卖身契是我自愿签的，所有的后果我也会一个人承担，不会怨你。你会这样想就最好。他突然间拿了那么多钱来赎你，你不觉得奇怪？